So this is the first full electric Ferrari， 史上第一台纯電動的法拉利終於跟我們見面。那此之前我最好奇的就是這個車子它會以什麼樣的車體呈現在大家的面前？它是 SUV 嗎？它是4門轎車嗎？還是它是一個 crossover 嗎？都不是 ，OK， 因為它看起來像一個 sedan 轎車，對我來講啦。而且這也是 Ferrari 史上第一台4門5座車型，因為 Ferrari Purosangue 是一個2+2的4人座格局，雖然它是一個高車，不過它是只可以坐4個人，所以這是史上第一台可以坐5個人的量產法拉利。所以從側邊你可以明顯的看得到，這個線條非常的不 Ferrari， 它非常的與眾不同。然後重點就是呢，這個車子採用了 Ferrari 量產車史上最大的24寸的輪圈 ，24 inches， 前面是23寸，後面是24寸。因為每一個車輪都有獨立的電動馬達，這個車子有4個電動馬達，它能夠在 Launch Mode 呢可以呈現這個1050個 PS， 0到102.5秒。當然，作為一台法拉利啊，空氣力學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其實 Ferrari Luce 呢，它是由2個部分組成，就主體呢是好像 Glass House 這樣子的玻璃屋，然後在外層加入一層空氣力學的外衣。那這邊一共設計了12項專利，然後進行了非常多的這個風洞測試。所以呢，它這邊有這個 Movable 的 Active Flap， 就是這個閥門。所以整個車體呢，它強調這種連貫性跟一氣呵成的整個流動性等等，然後還有很多的 air tunnel 這個氣流的隧道，包括這個空氣力學輪圈都能夠有效的將這個空氣導流，可以減少這個空氣阻力，然後提供一定的下壓力。重點是在於它的設計語言，我們看後面我們再來講。那除了這個 Bianco Artico 這個白色之外呢， Ferrari Luce 的 Launch Color 還有 Yellow Luce， 那我覺得是最襯最適合這台車子的顏色，也是一個首發的顏色。然後還有 Azzurro Plata， 也就是這個藍色，在 Ferrari 的車型上面也是比較少見的。然後還有較為傳統的 Rosso Fiammante， 比較深的紅色，還有這個比較橘色、比較橙色的 Rosso Dino。你覺得呢？在這5個顏色裡面，你覺得哪一個顏色最適合 Ferrari Luce？ 那這個 Ferrari Luce 的輪圈尺寸是固定的，就前面23，後面24，你沒有辦法去附加選項拿到更大或者更小的輪圈，但是你可以去選擇輪圈的樣式，因為 Ferrari 提供了這個 5-spoke 的 Force Wheel 鍛造輪圈。還有一個可以減少 5% 空氣阻力的這個空氣力學輪圈，所以2個輪圈都會改變車子的整個體態。法拉利史上第一台電動車叫 Ferrari Luce， 而 Luce 是意大利語 light 光的意思。那有意思的就是在過去 Ferrari 的車型都是由 Pininfarina 設計，後來由 Ferrari Centro Stile 就是 Ferrari Design Studio 設計。所以這一次呢 ，Ferrari 找來了 Lovefrom 合作，也就是鼎鼎大名的 Sir Johnny Ive 和 Mark Nelson， 就是前 Apple 的設計師，就是 Apple、iPhone、iPad， 還有後來的 Apple Watch 都是由這個團隊所打造的東西。那說實在話，這個 Ferrari Luce 我最喜歡的就是圓燈，圓燈終於回來了。Thank God， 因為我自己非常非常想念 Ferrari 的圓燈。大家知道新時代的 Ferrari Roma Purosangue 都是用扁燈，但只有圓燈，就是源自這個360 Modena 跟458 Italia 的這個圓燈才是 Ferrari 的精髓。那剛才我們講到車體我們來看它的尾門打開的方式我們看它是轎車式的還是掀背式的？照這樣看它是掀背式的，因為後擋風玻璃是跟着一起起來，一般的轎車就只是那個後車廂的蓋會上來這樣子。所以行李箱空間是非常非常的大大 in terms of 在 Ferrari 的這個語境裡面它算大的，可以放入很多行李箱空間等等。我們現在就進去看一下它的後座空間。那在過去的這幾年裡面汽車界好像陷入了一種集體的迷思大家都認為呢，好像只要是電動車就必須在座艙裡面塞入一塊大螢幕。那 Sir Johnny Ive 認為這是一種對美學的偷懶，於是他決定去打造一個真正讓你能夠感受到生命力與掌控感的空間，就是着重在觸覺。它裡面沒有塑料，沒有碳纖維，是100%的回收。Blasted Aluminum 就是噴砂鋁合金，經過極其精密的19道工序切削而成的金屬藝術品，
再來方向盤後方這個全新設計的 Layer 3D OLED Binnacle 呢，它最美的細節就是將三維的數位 OLED 塗層跟一根真實的會動的物理指針完美重疊。第一次看到這個 Ferrari Luce 的中控台抓着它的方向盤，心情真的是無比的激動啊！因為在我入行這些年以來，大家都一直要講，大家都一直想要走 Retro Futuristic， 又要有復古，又要有未來風，但是大家往往都搞不好，它要麼就是太復古，要麼就是太未來。可是這一台 Ferrari Luce 啊，它真的是把 Retro Futuristic 演繹到完美，我可以講 perfect。10分我給他10分 ，OK， 因為他背後的工程師就是那個將全人類從按鈕時代進入全屏幕時代的 Sir Jony Ive， 也就是 Apple iPad 的這個幕後的工程師，所以把所有的按鈕從這個 smartphone 那邊 delete 掉，讓大家進入一塊螢幕做完所有事情的人，現在把螢幕帶回來給世人。所以 Sir Jony Ive 雖然是一個對於一塊螢幕非常講究的人，可是他覺得車子不應該只有一塊螢幕，車子應該有更多的觸覺，更多的 touch button。像是你看這個中控台，當大家都在卷螢幕，哇，你15寸，你16寸，單屏、雙屏、4屏 IMAX 3D 螢幕，但是他給你一個剛剛好的螢幕，這個是由 Samsung Display 設計的 3D OLED 螢幕，你可以這樣子去旋轉 ，OK， 駕駛者可以看，後面也可以看，所以它是一個怎麼講？它是一個搖桿式的 control panel， 然後這個儀表板也是精心設計，因為它裡面是有實體的指針。大家知道我自己對於電子的 instrument panel 是非常的反感，我覺得一定要有指針，一定要像手錶這樣子 analog clock 才可以體現到一個車子的 heritage， 一個車子的尊貴感，然後還有這個 3 spoke 的方向盤。所以我覺得這個 Ferrari Luce 啊，它連座椅啊，我們知道 Ferrari 有 Daytona 的座椅， Ferrari 有 Sport Seat Carbon Fiber Seat， 但這個車子呢，真的是太多東西可以講3個小時。你看它這個方向它這個車鑰匙呢，就用了這個 Gorilla Glass， 這個可以用一輩子可以終身用的這個熒幕，然後它有 E-Ink 的技術，所以你看它是這個顏色，當你放入進去過後，當它沉下去過後呢，它會進入另外一個顏色，就是 E-Ink 啊，我們看那個 tablet 那種電子書這樣子的感覺。所以我覺得這個車子很期待未來開到這個1000多 horsepower 的 Ferrari Luce， 我可以講我的 first impression 我覺得完美 ，OK， 它甚至好過很多市面上 Ferrari 自己設計的車子，所以這個大師就是大師啊 ，Sir Jony Ive 還有 Mark Nelson。但其實講真的，因為 Mark Nelson 他是設計 Apple Watch 的，所以它更多是有 Apple Watch 的那種感覺在裡面，所以大致上是這樣子，希望大家會喜歡我在意大利羅馬幫大家拍攝的這個 Ferrari Luce 的影片。Alright, so Ferrari Luce 的車門呢，也跟這個 Puro Sangue 一樣，它是這個 Rear Hinge Door 後鉸鏈後門，或者我們習慣叫對開式車門或者 Suicide Door。所以就像我前面說的，這是史上第一台5 seater 5人座的法拉利。因為它是儲能電動平台，下面有一個122 kWh 的锂离子電池，有530公里 WLTP 的續航力，所以地板可以做到 full flat 平整的 ，OK， 因為電動車嘛，它不需要牽住傳動軸等等，所以現在我就上車，所以我的身高是178 cm， 這樣子這個位置進來，可以上車之後呢，也非常的從容，你不需要伸手去拉那個門把，因為 door handle 很遠，所以我們 long press 這個 button。車門就會自己關上，這個就跟 Puro Sangue 是一樣的東西。所以它中間這個座椅啊是能夠坐人的，然後我就坐過來中間的話 ，OK， 我的頭部空間這邊是不到一個拳頭啦，所以我覺得它不適合成人乘坐。然後坐過來的話，它有一個cup holder 裡面2個杯架，然後這個車子因為它有21個 speaker 3000 瓦的這個音響系統，是一套嶄新 Ferrari 自己研發的這個自己調配的這個音響系統，然後後面的熒幕跟前面一樣，都是很多的實體按鈕，然後它會實時的顯示車子的時速啊，車子的這個功率輸出，然後你知道嗎？溫度啊、日期等等都會在這邊顯示，然後它不是過於的去給你一顆大熒幕這樣子，而是非常講究、非常細膩的去讓整個車子呈現一個設計語言。然後這邊有冷氣出風口，然後全景式的玻璃車頂，然後我很喜歡它的這個 door handle 這個手抓的地方，它非常的質感，非常的好。我沒有看過車子有這樣子的這個握的地方。那一般上講到電動車很多人都會覺得這是一個相對容易做的事情。
找一個現成的底盤，買一組大廠的電池，配上隨處都可以買到的電動馬達，最後拼拼湊湊再找一個厲害的設計師做一個手工外殼。但 Luce 不走這一條路，法拉利也完全沒有必要走這一條路。那在 Luce 的身上呢，你是看不到任何對零件供應商的妥協。再來，車子本身就有超過60項的自主研發專利技術，從這個122 kWh 的電池組，到採用 F1 技術的 Halbach Array 的磁體結構的電動馬達，前軸高達3萬個 RPM 的轉速，後軸能夠達到25500 RPM 的這個轉速，這不是一般的小廠玩得起的技術。從電池、電動馬達到底盤，都是在 Maranello 的 E-Building 內部親自設計跟組裝。然後整個底盤最核心的一體式空心鋁合金膠柱，還有那個能夠每秒鐘更新數據200次、預測性管理操控的電控大腦，全部都做到了真正的 Made in Maranello。他們打造了品牌史上第一個彈性機械的副車架來過濾路面震動，再配合從 Pro 上軌進化而來能夠獨立控制4輪垂直作用力的48伏主動懸掛系統，這就是法拉利的護城河。那一般上目前市面的高性能電動車呢，大多都是採用 Dual Motor 雙馬達或者 Tri Motor 3馬達，但是 Ferrari Luce採用了 Quad Motor 4個馬達，也就是每一個車輪都有一個電動馬達，所以前軸能夠提供285個 PS， 後軸能夠提供843個 PS， 最大功率是772 kW， 就是1050個 PS，跟89 Testarossa 一樣，我覺得這個是刻意的調低了。然後它的峰值扭力呢，可以去到990 Nm， 可是輪上扭力呢，可以達到驚人的11500個 Nm， 然後0到100 2.5秒，0到200 6.8秒，基於800W 的平台，支援22 kW AC 和350 kW 的 DC 快充。車身重量的話呢，是從2260公斤起，其實也只是比 Pro 上軌重了90公斤，90多公斤啦。那對於一個軸距要到3000個 122 kWh 的超大電池來講呢，2260公斤起其實算是相當輕的，而且擁有着這個特殊的結構呢，能夠讓你在開起來的時候好像少了500公斤的重量。所以它絕對不只是你數字上看到的這麼簡單。這一台 Ferrari Luce 呢，它預計將會賣超過50萬歐元，500千。OK， 這只是預計而已。所以什麼概念呢？也就是說，它可能會比這個 V12 自然進氣的12 Cilindri 還有那個Ferrari Pro 上軌還要貴。那一般上我們知道 Ferrari 過去我這麼多年來，從介紹 Ferrari 的 V12 車型到 V8 PHEV 再到 V6 PHEV， 每一次當 Ferrari 要做一些 move 的時候，網上都會有很多質疑的聲音啊 ，V6 不能啦，這個啦那個啦。可是後來 FXD Ferrari 的296 GT3 呢，我們都可以看得到 Ferrari 要證明的就是自己有這個 innovation， 自己有創新的能力，不管8氣缸、12氣缸、6氣缸。沒有氣缸 Ferrari 都能夠 carry， 因為 Ferrari 有世界上最好的一群工程師， Ferrari 有世界上最好的一群設計團隊，更何況現在他們就跟這個 LoveFrom 一起合作，就是 Ferrari Centro Stile 跟 LoveFrom 一起聯手合作打造出這一台 Ferrari Luce， 所以非常感謝也非常榮幸今天可以來到意大利出席這個 Ferrari Luce 的試駕的這個 First Look 影片 ，and see you in my next video， 3, 2, 1 cut。